但是呢，国际消息有一个消息，昨天傍晚突然发出新闻推播说，大家紧张了一下，怎么回事？我相信，如果这个消息变成真的，那还真的是不得了，是国际间最大的重大的大事。川普的长子突然在 X 平台上面发布一个新的消息，说我父亲已经挂了，他过世了啊！我将代父出征2024总统大选，那里头还写了他是个愚蠢的混蛋等等的。1小时之后，这个贴文被删除了。那只有这个小唐纳的发言人，他就澄清是账号被骇客入侵。发言人赶快跳出来澄清，吓坏大家了。当然有很多各种不同的阴谋论啊，但至少证明这是假的。川普仍然非常健康活跃在政坛啊。那另外一位呢，拜登他的次子 Hunter 则是说提高了美国国税局。大家没有忘记，他现在还有官司，包括毒品，还有所谓不当利益输送的这些司法案件正在进行当中。那他现在指控的是国税局哦，他说呢，我有一些纳税的私密的个资消息居然被公布出来了，所以他要告国税局你侵害我的权益。那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士也正在对拜登进行弹劾啊，认为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他儿子所有的商业行为都跟他的政策有密切的关联，那以至于在这个密切关联当中有大笔的获利。可是 Hunter 是先喊说，我管你管我赚多少钱，反正你们不可以把我资料给公布出来。现在双方还在打司法战哦。那美国呢，当然拜习会还没有完全放弃，接下来有没有机会不知道。但雷蒙多很有意思，他访中的时候，在他访问期间，华为发布了新手机嘛，那华为新手机这个消息，当然在一个媒体专访里面就会被问到商业部部长啦，请问一下，这个美国众议员这个议员伊萨就问他说，这是备询不是媒体访问，质询的时候问雷蒙多的被华为的手机你是被突袭了吗？你到中国去访问，结果在你访问期间发表了新机，那你不是要断人家供应链，如果所有的晶片，那他还是发表了新机啊？就罗蒙多的回答是说，他看到华为新机的时候，他很明显的感到心烦意乱，他也讲的蛮直白的啦哦。所以华为在雷蒙多访陆的时候推新机，是要为了他难堪吗？毛宁这位发言人被问到的时候，他的答复是：华为选择什么时候推出新机是企业自己决定的呀。那中方也想告诉美国遏制打压是阻挡不了中国发展，只会增强中国自立自强、科技创新的决心跟能力。到底这个对照起，我们把它翻过来看，时间轴来看，特别有意思是为什么？因为当4月份的时候，在一个发布会上，绩效啊、业绩啊，跟媒体发布它的成效的这个发布会上，被问到华为5G 手机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归呢？那已经谷底的谷底啦。当时徐直军回答的是说，要等美国商务部许可，根据目前手机出货状况呢，其实当时4月肯定就已经准备好生产啦。可是他当时被问到，还说，很酸的说要等美国商务部许可。现在回头看一看，孟晚舟当时在旁边的微微一笑，原来如此。大家觉得他的偷笑是早就准备好要出手机了啦，只是不让你知道啦。所以是被忽悠了一下，让雷蒙多到中国的时候也吓了一大跳吗？以为你根本没有能力可以出新机。美国的制裁呢，晶片很多的很繁密的各种法案措施，现在被说是踢铁板了嘛？传出来10月出新的中阶手机，它不断一波一波，9月25号有一个新的发表会之后，10月份也再出新的中阶手机，也用麒麟晶片，是支援5G。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系列都可能会现身。那突破的是美国在封锁它的各种晶片限制，甚至旗下有一家海思还被说具备设计能力。这一家能够造成麒麟9000神经 S 配备系统的海思开发的绘图啊，这些相关处理器呢，就可以不用再依赖这个任何美国的公司，它可以自主研发，也突破了美国的制裁。路透社才会形容说，华为啊，海思的出货国产监控晶片的这个镜头啊，已经跟8月份大陆出口管制之后的价呀、折啊这些产品出口归零呢，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对比跟讽刺，所以被形容叫做第4次工业革命到了吗？任正非说，现在第4次工业革命大算历程基础，什么意思？就是下一阶段是由 All Intelligence 的战略，所有什么都是 AI 的概念来进行
绘画，所有的系列都一样，运用到除了手机、电子设备等等，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人类的工具都会被彻底的影响，加速千行万业。各种的转型，所以他每年会投入30到50亿的美元在基础的理论研究之外，也有个盘古大模型为主力军。接下来整个升腾 AI 的计算系统都会为伺服器成为一个很大的 support 的辅助能力，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进阶可以跃升呢？当然西方世界也在看，所以国安部门发文说，美国的网攻有一个窃密的3招双方还在互相说对方是窃密的嘛从2009年开始，中国国家部发表的题目叫做“起底美国情报机关网攻窃密的卑劣手段”，说2009年开始，美国家安全局就开始入侵华为总部，去持续展开监控但显然徒劳无功，最后还是在他们没有预料的情况之下发表了新机，也变成现在的这个状况。亮哥怎么看？昨天你有没有收到那个推播？吓一跳，说川普的儿子告诉大家说他爸爸已经挂了。有啊。大家都吓到了，不过他第一时间就说是被害了啦，所以并没有引起他的那个粉丝有1000万。在台湾这里的新闻出现的时候，已经加上了他的回应，就说是被骇客的。因为这个小川普粉丝有1000万，所以本来就是大平台我觉得华为是故意利用那个 Raimondo 访中的那个时间来做，这个就是一连串的行销策略操作。他829发布嘛，那个时候 Raimondo 还在中国大陆，那接下来他又发布了另外2款，对不对然后他知道他9月25号有一个正式发布会，那孟晚舟的演讲是9月20，所以这里面他这个就是很厉害的操作啦。我觉得这个就是商业的手法，那不断的造势嘛当然这个是有底气的啦，并不是没有啦，就是说。他这个 Mate 60，大家一定会去猜说你这个芯片是怎么做出来的。那后来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多的报道，就知道说原来他奠定的是一个大运算力的革命那这个就要有很多他陆续公布的一些东西，让你知道它是全面性的在发展比如说他那个9月25号有一个东西要公布，就7款新的装置嘛。那有一个就叫 FreeBuds 耳机了，那个就是用星闪，用 Neuralink 那个的速度，听说它不延迟，比蓝牙的速度快30倍那这个也是一种算力那这个就是他从通讯那边切过来的，所以他说他现在可以做到 5.5G 嘛有关通讯的部分是他事实上还不止做这个，他也做大数据比如说大数据，后来他就传出来了说。它相对于 Oracle 啦那一些做大数据的，它市场也发展了高斯数据然后人工智能大模型呢，它也做了盘古智能的大模型那这个大模型是根据什么原来它还有这个麒麟9000的神经 S 配备，基本上是做图形晶片的。那有人说它的算力大概可以做到 A100。A100 就是 NVIDIA 要特供给中国大陆的 A100版本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全面性的然后我们也同时看到，比如说这个，它还介入了汽车，是然后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问界 M7这个汽车然后它变成是一群工程师团队，那跟他合作了，他就协助帮你的公司改造了。那同时也让你精进，然后变成可以跟华为长期合作的团队这样那意思就是说，它未来汽车也是一个智能平台，那这个它也介入了所以你几乎看它整个的远景看起来啦，就是连接从通讯的算力，然后到半导体的算力然后到数据库所以它大概就是要连接未来所有人工智能跟数据的平台啦。那变成一个万物互联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它不是只是百工百业，他说是千行万业，就是万物互联嘛，都会在我们所以它已经不能用手机公司这样来看它了。什么地方都可能会接触到它的晶片，接触它的数据，接触它所有的 AI 的相关的资讯系统。委员，就是川普孩子这个比较没有什么争议啦，当然有一点啦，最主要是拜登的这个小孩嘛。杭特嘛，
航特问题其实主要是2个，一个问题就是说他2017、2018没有诚实报税，过来就是他还在毒瘾期间，还在治疗期，就是他在持续服用毒品的期间，他去填表买那个枪，那是不可以的，那是违反规，就没有诚实嘛，就这样，所以他会比较麻烦，所以他是这个川普的最好的选举的这个助选的功臣了哈。这个我的看法有点跟郭正亮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我不认为华为的手机的公布的发布了新机的发布，在雷蒙多访大陆的时候是一种突袭哦，我不认为如此。你去看以任正非的这种个性，以华为的低调，他们不会这样做，不是故意给他难看，因为你给他难看其实你是严重的得罪他。雷蒙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人，在整个对美国、对中共的所谓的经贸的制裁上面，他是有非常大的发言权的人，所以我不认为华为会这样子。你看华为他都把苹果，他都公开讲说我的小孩就使用苹果，好，任正非就这样讲了，所以他是很低调，因为他晓得这个厉害嘛。那他为什么要在雷蒙多访问大陆的时候，他要发布他的新机？很简单，因为苹果马上就要发布他的新机了，他们也预测了苹果的新的手机出来一定大卖，在中国大陆，别的地方它一定也是这样子。它大卖的结果，在中国大陆就压缩到华为未来的马上要出来的新机嘛，所以呢，他就要抢个先机啦。好，我们再讲手机，他为了抢先机，在苹果发布的前，他就赶快推出他的手机，果然一下子就吸引了。大家有你说有个戏剧化结果，就是说刚好雷蒙多也在那里，然后他发布这个新机，有没有激起了中国大陆人民的民族主义？我觉得有。这对他出售他的商品、他的手机有没有帮助？我觉得也有。当然，但是我依然觉得说，以任正非他们一路上受到美国这么多的打压，我觉得以他的行事风格，他是很容易隐忍的啦。他不会要刻意的去挑战他，或是要羞辱他，借着羞辱雷蒙多来羞辱美国。我认为他不会这样做。但结果论不管是不是故意的啦，但已经让雷蒙多说他心烦意乱，也的确让中美在科技这个疆土上的战局感觉是美国shock 了一下，震惊到于华为的新的发展。我们现在讲这次是第4次的工业革命，人类来讲，第1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发明，对不对？从人力劳动变成机器来替我们人力做事。第2次的这个工业革命是电器，就是发明了瓦特发明了这个电，发明电以后，很多东西就可以用电来替我们人类工作。第2次的工业革命，第3次的工业革命其实没有多久，大概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就是资讯化，我们用电脑各方面，这是第3次的工业革命。现在来讲，第4次工业革命，简单来说就是人工智慧 AI 开始。那 AI 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有3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一个就是量子计算，我计算速度要够快。那第2个是传输速度要够快，我这资讯传输要够快，所以第3个是储存的功能，就是伺服器。那现在来讲，我觉得华为这3点来讲的话，它都有能力可以做得到了。其实现在整个全球来讲的话，慢慢走向第4次工业革命来讲的话，谁能够掌握到先机，谁又能够控制未来？那美国了不了解这个事情？他很了解，所以他要竭尽诸般手段。我们目前看到只是说，好像说，华为的所推出来的手机跟苹果一个对抗事实上两边代表的是政治上的一个，就科技上的一个对抗，谁能这2个集团在互相比？所以我相信这后面来讲都有国家的力量在里面大力的协助。然后希望，因为这东西代表就是你未来的那个，不管是晶片或者是这个写晶片的软体程式各方面来讲，我觉得都是很大的一个互相一个竞争现在我最后我只讲一句话，就是这边写的大陆出口管制这个甲跟锗8月份出口变成0，这代表什么呢？就是美国你卡中国的脖子，中国现在把你鼻孔堵起来了，看谁厉害，看谁厉害。对，甲跟锗已经都把你堵住了。你现在后续来讲，你不管军工或者科技来讲，你可能都
有面临很大的麻烦。这场美中对抗还是对撞，到底会怎么发展？至少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面的演说又重申了一件事情，说美国打造了很多伙伴关系的国家，不是为了围堵任何国家。不过，当然他强调说反对恐吓跟侵略哦，尤其他讲了一段话哦，美国是试图要责任管理美中的关系，所以呢，要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哦。而且致力脱险，不是追求脱钩，所以他没有要跟中国脱钩，他是要跟中国脱险。所以这样的关系听起来是有更进一步的温和，想要跟中国有沟通跟谈判的进一步的机会吗？那么当然，在美国这个表示说要加强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的时候，普京却在这个时候，当然王毅没有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去了俄罗斯，见到了王毅之后，双方看起来互动非常的友善，因为大陆的副外长代表去了，跟美国副国务卿对等嘛，一样是副手见了面。王毅去跟普京见面的时候，看起来关系非常的友好，同时一起呼吁的是会深化合作来抵制单极的霸权，指的当然就是美国咯。而美国呢，总统拜登见了一个人叫巴西总统哦，这两个人在见面跟鲁拉出席会后记者会的时候，有个画面，虽然他们都喊出有共同目标的朋友，是要合作的哦，但是画面上可以看到，拜登好像却有点恍神，上台的时候还撞到了国旗等等的，引起了一些美国媒体的关注了哈。好像这是拜登长期以来大家已经快要习惯的行为。还有另外一场也是跟其他国家的元首见面，这个是跟以色列的总理内塔雅胡一起见面的时候，一般见元首如果到美国来会在白宫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见他的时候，却特别选了另外一个地点，是在附近外头的一个地点哦。那拜登跟这位以色列总理坐在一起的时候，因为过去都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很好哦，甚至他上任回复这个权力的时候，你看看他比这个手势，大家不知道为什么，拿提词稿在手上的时候，对着这个总理，连那个总理都面面相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那一般在媒体的分析里面，西方媒体都认为这个是代表美方刻意要给他难看，矮化吗？还是表达美方对他的不满吗？所以不在白宫接见，而在外头。但至于拜登的行为表现，大家就不知道为什么了，无法解读哦。去年12月底，在纳坦雅胡重新执政之后，以色列学者现在分析说，在白宫会面象征着密切的关系、友谊跟荣誉嘛。但是不在白宫举行，就是让人家告诉一个讯息，这不会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会议。而北京呢，同样扩大要在中东的影响力，他们各自有一些角逐跟角力，持续的在扩大各自的关系。中东的部分呢，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将要访问中国哦。那么此行被形容是叙利亚领导人12年以来首次的访问，所以格外受到重视。相关的媒体报道都说，10月访问中国的时候会跟习近平会晤。同时呢，两国期望在年底签署 FTA， 就有更多的合作事项。那么，美国极力要围堵的情况，在中东这里就出现了破口吗？那当然，还有一位是企业家马斯克受到很大的关注。马斯克也见了纳坦雅胡啊。纳坦雅胡跟企业界见面的时候说什么呢？他却突然大家赞许中国已经成为 AI 领域的顶尖国家之一，而且有潜力成为第1名。在这样的围堵底下，还能够办得到，这个是马斯克给中国的评价。所以华为之后在以色列研发中心有一个单位叫做 Toga 的 Networks 这个公司，这个研发中心一直在全面的制裁里头，这个单位却被漏掉了，以至于在历经的各种制裁，现在规模居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大。在外媒的报道里头认为他所提交每年的最新专利可以多达90到100项之多，这些专利都是很重要的资产，更是科技发展的本跟根啊。那为什么在这里反而没被发现呢？那个是不是美国不开心的原因吗？还有沙特的王储说，接近以色列是为了要恢复正常关系。穆罕默德
特别强调，假如谈判可以取得突破的进展的话，那么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冲突吗？火药库，大家一起跟任何一位以色列的领袖合作都有可能啊。纽约时报分析美国推的防卫条约换沙国跟以国建交，形式类似拉拢日韩，目标是反制北京，各自都有作业。所以呢，再还有各种中东国家跟中国的深圳合作发展竞争力啦。沙特阿拉伯也有跟华为签署5.5G 相关的合作事项。亮哥怎么看拜习会？我们当然已经讨论好久，指纹楼梯响还没有看到人下来了，但各自在这个各种科技，还有在友邦、中东这里的动作，真的是非常多。我觉得美中现在的氛围是在朝向11月的 APEC 的这个高峰会在做真正的准备啦因为坦白讲，王毅见到苏利文12个小时，这个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也是一个秘密的闪电式的见面。那谈了12个小时那虽然有背后的演习的因素，还有比如说金正恩去俄罗斯啦，所以美方急着要知道中国的态度，可是很明显也针对 APEC 的高峰会的可能性做了深入的探讨所以你看后来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第2大段就写台湾议题因为他就关注这个嘛。那第3段再写说，你不要以为你能够阻碍这个中国的发展权利了那这个显然就是针对贸易战跟科技战嘛那因为最近有一些讯息你给他整体看比如说 Raimondo 他说他不高兴，可是到目前为止，共和党主导国会的给商务部的那个函要求美国商务部要制裁中芯国际跟华为，对不对？商务部到现在还没有回应呢。他如果那么生气，应该就跟进就好了。那显然是，我觉得拜登政府在想要怎么回啦。就是他如果跟进，我跟你讲，高峰会就不用谈了，没得谈了。因为华为现在已经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大的象征嘛，你这个时候去制裁它，你想一想会引起多大的风暴所以我觉得拜登也是在苦恼，可是就意味着他在想方法要怎么处理了那你可以看到其他的啦，比如说这个 Newland 这个 Newland 这个首席父亲事实上是个鹰派那他也跟马朝旭见面了而且你可以看到习近平有发了一个电文那重新去引述中美的合作的历史，他讲到飞虎队嘛中美历史很多对抗也一大堆那干嘛去讲飞虎队对不对？那拜登呢也直接在讲说有责任来管理竞争这个现在大概都变成一个调子了其实我有时候从这边看，我也会觉得侯友宜到美国得到比较好的接待跟评价，跟这个也有关系，就是美国在微调那整个氛围，两岸关系。那既然大陆认为台湾最重要，他写在第2大段那美国总是要有一些动作让他感受到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应该就是美中目前正积极的在微调那个氛围那最后一个突破点可能就是美国可能要放手让香港特首李家超去了那这样就解掉了这个习近平最尴尬的部分嘛我认为李家超应该最后会被放因为那个不是法律，是那个是参议院的联名信那拜登以他外交委员会这么久的资历，他应该可以处理。这跟李尚福不一样，李尚福那是法律正式的制裁，对，他是根据法律所以我认为目前给我的感觉啦，我觉得美中是在接近当中啦。那只是说，因为我觉得拜登大概想通了啦，就是跟中国合作，他可以得到很多分数比如说那个芬太尼的反毒合作啦，气候议题的合作啦，那波音可以开始出货啦，很多啦，所以我就觉得他大概开始想这些问题了，大概是这样。所以看起来这2位领袖见面的机会，好像开始有一些好消息会有可能出现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来，当我们看到美中似乎在两位领袖见面出现了一些可能性之后，中东国家似乎也成为双方两国要进行一些合作，甚至角力的场所嘛，委员。我先讲一下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啦。其实我觉得这个习近平G20 那个高峰会他没有去，然后呢，这个联合国这次开会也可以避开。我觉得是有意的，因为他就不想让这个拜登觉得说你想见我就见得到就是这样，因为他是觉得说，从我过去这几年的经验，你的策略非常清楚嘛，你用尽手段打击我，然后呢每一次你又担心我们会撕破脸，会发生意外，所以你就派一些人打完呼来访呼秀秀问2秒钟，国务卿副国卿谢曼这些都去。气候这个大使也都去这样，然后你也给我视讯打电话，然后也跟我见面这样，可是这都没有用。弄完了以后，你摸摸头，你就继续打我，而且打得越来越重。所以他刻意就觉得说，我就知道让你美国人受不了。在这种谈判这种方面中共是很有耐心，看谁急，非常耐心的那我另外一个我的感觉就是说，中国大陆我们都说它战狼外交了我很多地方我认为它真的是很强硬，过分强硬。但在中东这个问题上面，你看北京的那种灵活务实，跟那种有创意，那是令你想象不到。以色列他就把它弄一个新的一个码头，1500公尺，美国用尽了手段去阻止，因为美国第6舰队就停在以色列港口里面。可是你看，他就有办法让以色列继续跟他履行这个承诺，然后把这合约给走完。把码头给造出来，然后他去经营这个码头。可另外一方面，你看他沙烏地阿拉伯，80年代他就卖这个东风飞弹给他了，然后接着还有其他军事交流科技，包括核能上面的合作。而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这两个以阿国家其实是不合的，虽然双方没有正式交战，但是非常不好的。可是中国大陆他就有办法这样做。当然你说现在他如果想去处理，譬如说以色列跟阿拉伯的问题个别他跟他们关系不错，但是真的要处理完大概也不容易了。我们讲根源大家都知道，就巴勒斯坦问题嘛，是这不是那么简单。你以色列要做相当大的让步，阿拉伯的世界，尤其巴勒斯坦人才有可能接受嘛。你如果不做很大的让步的话，那我请问你，阿拉伯那些国家巴勒斯坦不同意，那阿拉伯国家怎么敢硬撑下去呢？那这样子，以色列有可能做重大让步吗？纳坦雅夫就是以色列的鹰派中的鹰派，说不可能嘛。他的权力的基础就来自他的强硬的政策得到以色列的那些鹰派的这些鹰派的支持嘛，所以这是难呐。但是美国也在做了中国他也在做，那这样的结果双方在竞争，他的影响力会不会反而让事情更好办，或者更难办，这个就不知道了。通常是更难办，对不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方围堵抵制华为，不过在以色列、中东这个地方，却有一个研发中心，不断的研发出新的专利，就代表在中东这个地方，美方的控制恐怕也是很有限。其实美方以前来讲的话，它对中东地方影响力现在来讲已经逐渐在减弱了。它以前是提供这些国家，利用这些几个国家或种族或者是宗教之间的矛盾摩擦，然后美国借这个力量、军事力量提供你说我提供你军事的保护来进入这些国家。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几个国家，我目前来讲的话，第一个以色列来讲的话，这次纳坦雅胡去，美国对他来讲，他认为你这个司法改革不公平，所以他不在白宫接见纳坦雅胡，跑到纽约去接见。对，就是明显矮化嘛。我不在白宫接见你，我到纽约去接见你。但是反观纳坦雅胡来讲的话，要跟中国来做访问。第二个，巴勒斯坦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去年来讲的话，那个习近平也跟这个巴勒斯坦的总统也见过面了，双方来讲也见过面了。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沙特跟这个伊朗这两个世仇国家，目前来讲也在中国的撮合之下，重新建立邦交关系。那再来就是叙利亚。叙利亚其实阿塞德叙利亚总统阿塞德这次也要到中国去访问。
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以及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前委员，大家好。来看看哦，最近在侯友宜去访美的行程当中，在台湾有一些绿营的人是拿来嘲笑，笑什么呢？因为侯友宜讲嘛，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国父的思想，说这个是搞错了。其实当然，国父在讲民有、民治、民享的时候，宪法第1条就有相关的引用不只是林肯而已。因此呢，现在在网络上有个搞笑版的新三民主义是什么呢？民有叫做民进党才有。民治，民进党专制；民享是叫做民进党独享啊，别人都没有啦哦。进口蛋这个议题到现在仍然民众还人心惶惶。那么部长现在已经走人了。那么在昨天惜别会上，他除了让大家觉得很经典的69秒的这个哭泪眼婆娑之外，还有一个说不出的庄严感，是媒体的形容词哦。为什么陈吉仲还在这个场子上特别指着后面的字眼说啊，为什么要写惜别会？为什么不写欢送会呢？好欢乐吗？例如过去在交通部太鲁阁事件酿成49死的时候，交通部交通部欢送林佳龙，真的是欢送，每个人笑容满面，笑眯眯的，多开心啊！所以被说丧事喜办吗？而进口蛋之乱，让台湾的厂商很多人也蒙受了不白之冤啊，尤其是蛋商。那其中甚至蛋商认赔销毁，还有社福的月饼也因此滞销，因为大家担心是不是蛋也有被用到其中呢？当然有些说是鸭蛋，但大家不放心，不知道实质的情况运用如何啊，所以受影响的包括高雄的新路基金会、喜憨儿社福基金会这些公益团体、弱势团体都说他们的销售量因为消费者信心被打击，都大受冲击其中台湾自闭儿关怀协会理事长孙中光就说了今年的蛋黄酥1200盒，还有一半以上都严重滞销，民众不放心，但是陈吉仲放心的回学校去教书了。当他下台，媒体问他说：“哎呀，这个政治议题啊，跟他访问啊。”他说：“政治议题啊，可能要跟你们媒体请教，因为我完全不太懂那大家。”听到这句话，我都很震撼因为网络上大家都认为哪有你太谦虚了，哽咽是不懂政治吗？还有几次还可以跟蔡总统辩论吵架，然后来官位这么的稳固，怎么叫做不懂政治呢？太懂政治了，您太谦虚了所以辞部长之后，陈吉仲说他从不委屈，99.9%的时间都在为台湾农民做事。他还特别强调，因为一件事情还跟总统吵架，他不用睡觉23.75个小时一天都不用睡觉，24小时里面都在为农民做事啊，可能连做梦都是。总之，溜之大吉，集体走人吗？是一个射断点嘛？前一段我们来宾就有谈到啦，对于绿营的民众来讲，似乎接下来就不用再追究蛋的问题了赖清德的风暴就算过去了吗？但农业专业户林北好友他说，恐怕不是这样陈吉仲、林聪贤辞职之后，食安风暴还是一样席卷台湾啊。那但是呢，其中畜牧司长张经纬也是督导人，却即将要被调职所以很关键，有一些事实没有被厘清的部分，到底这个合约还有内容背后还有谁？这件事情关键3巨头都变成断点。辞职之后，调职之后，台农的蛋品负责人涂万才，因为被罚了130万嘛，现在什么话也不敢再说之后，所以现在烂摊子是谁呢？陈建仁要收啦网络上梗图做了很多陈建仁的明天就马上开议进口报告进口蛋的报告案专案报告就要开始登场了。那么梗图说吉仲走了，聪贤闪了，礼拜5剩我了。当然还有次长了，次长恐怕只要说我不清楚，因为都是前任部长的事吗？他可以这样子糊弄过去吗？而馆长也呛瞎了，他说伟大的国家就我们民进党，巴西来的可以变成台湾来的篡改这个来源地，然后还可以政府来指示，陈吉仲这些人都该抓去关。的确，现在已经有好多人兵分多路到地检署去做了告发，但会不会有结果我们不知道那么所以呢，绿的侧翼被形容，其实这个非常的有
意思哦，因为很多民党立委说他没有办法跳出来帮陈吉仲讲话，是因为害怕1450攻击他们。但是看到1450其实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做的是甘寂寞哦，不舍不得吉仲部长辛苦了，增援一波啊，好温馨啊！那青绿粉专大举的洗地，把他过去曾经有的事迹、再小的事情都拿出来，变成一个励志文啊，了不起了哦！所以呢，这个现在很委屈离职的陈吉仲，到底问题疑点最后重点在谁偷藏弹？谁赚的钱，谁获利，谁受苦？受苦是民众吗？还是只是离职的他而已呢？其中大家呼之欲出，背后的人是谁？藏镜人第一时间跳出来，保护陈吉仲，叫他不可以下台，因为小英没有让你叫他下台的这个人叫苏贞昌。现在蓝营质疑出一个新的角色，叫做阳明海运，这是一家官股占多数的公司，其中是行政院指定董事长，董事长谁？好好物流董事长许国华，前屏东县议员，而这个阳明海运，这个就是100%出资的子公司，这家好好物流负责进口蛋的冷链仓储，是不是帮中央藏蛋呢？在野党的立委很多人提出了质疑，但是很多的资料现在还在调阅当中，所以进口蛋到底有没有？本来陈吉仲在其中一场记者会里面保证过的，基本上绝对不会再有过期的蛋，但查出1批、2批、3批、4批，一直查出来，就是有这么多过期蛋，所以后面到底还有多少哦？居然本来说5月底那一批已经是最后一批巴西蛋上船的，现在查出来进口蛋居然还在进货，所以9月至少还有500万颗蛋要来，还没到啦，还在路上哦。所以基本上已经不受台湾的市面上厂商们欢迎的这样子的蛋，现在台湾产量是足够的情况之下，又有新的蛋要放过期吗？高雄、屏东在分析图看出来，他们这个农业部所公布出来的弹药库啊，就存放的地方最多，就这2个地方集中最多，大概80%以上都放在这里哦。这个接下来政府要求进口蛋商要洗产地这件事情是谁要负责任哦？赵少康就说啦，藏蛋的问题几千万颗怎么可能查不到？又不是1颗2颗，那难道没有检调单位或任何的机关可以去查清楚这个蛋到底为什么藏在哪里，而有没有图利任何人吗？这个案子虽然疑云重重啊，到现在还有很多疑点都没有解开啊，但他就这样就随着陈吉仲的去职就要结束了嘛，亮哥。这个惜别会按照民进党的传统，就是有冤屈的意思了。所以民进党以前都是办作奸惜别会啊，就是你被迫害了，所以有冤屈啦。那如果觉得自己确实有错，那就潇洒离开，就叫欢送会啊。那他就是有冤屈才会叫惜别会，当然是啦。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包括很多独派啦、1450啦、英系啦，都觉得他是冤死啊。替人受过啊！你去看他那天他开那个辞职的记者会，下面有多少民进党立委帮他送别啊？徐小新有去统计啊，你去看民进党所有的公职，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受到了抹黑、委屈，受到了不平待遇啦。简单讲啦啊，不过这个就是民进党他要断点，要迅速做危机处理，因为礼拜5陈建仁一定总咨询人家会围攻这个议题嘛，所以就要让那个做决策的人全部都不见啊！做决策的人就是畜产会的会长林聪贤跟农业部的部长陈吉仲啊。那所有的过错，就说这2个人有过啊，所以下台啊。而且他们不只要让人证消灭，还要让物证消灭，所以巴西蛋要销毁的量要增加到8000多万颗。那人证都物证都没了，你要怎么抓这个弊案？对不对？事实上，我跟你讲啊，真正的症结是哪里？真正的症结是超市是谁介绍的？因为陈吉仲后来也表示他不认识秦宇桥啊，帮谁扛的？为什么会这个一定有人介绍？我跟你讲啊，后来还有一位副理事长，他在网络上爆料，就在陈吉仲当天被慰留的那一天，他到那一天才写脸书啊。他说真正的原因就秦宇桥他有一个女儿啊，在日本伊势蛋品当会长的助理他讲的蛮有道理的然后就说因为日本从巴西有一笔蛋要进来，那他女儿就去用力了，看能不能暂时先给台湾，那就是说服了伊势蛋品，所以从那边接过来
可是我跟你讲，我绝对不相信一个会长的助理啊有办法调动8800万颗啦。所以比较可能的逻辑是什么？比较可能的逻辑是日本进口的那一批蛋他们可能就认为会有用药的残余，所以他们决定不要进，所以有人帮他转单。那转单这里面是谁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据了解，巴西那一边那个老板也是日本人，因为巴西有非常多的日裔所以是日本的伊势蛋品有这一批货的订单，然后把它转给台湾，那台湾接受了。所以这个中介人等于要搞定两边啦，你知道我的意思？要搞定日本这个伊势蛋品的转单，然后到了台湾这边要有人愿意收，也算是有通天的本领，赚两边的钱呐。这个才是今天这个问题的本质嘛。实际上我跟你讲那陈其仲当然人家会觉得他很冤呐，因为秦宇桥你又不认识，那就是有人赚了这一手钱，然后那个人不见了，因为那个人比你还大咖啦，就是简单讲就是这样嘛。所以说政治我不懂啦，因为那个人我也不能说出名字啊，就这样啊。这个跟上次小吃店可以进口快筛模式完全一样，就是有人去处理嘛。为什么是小吃店？为什么是超市这种资本额50万的？因为有人去垫款，有人去处理周边需要用的钱，反正你就是人头搞定这个订单就是了。那结果那个小吃店快筛查不出来啊，因为陈时中比你陈其仲贼嘛，他第一时间就要封存20年嘛。那你陈其仲公公嘛，把东西都公布了嘛。事实上该公布的是去场会的林聪贤嘛。林聪贤对头高飞都藏起来，然后直接走掉，直接走人啊。那林聪贤是你之前的上司啊，新潮流的啊，你得罪得起啊。所以我跟你讲，这里面这个才是真正该彻查的部分啦。所以那个佛地魔是谁不能说名字的人，让农业部可以挺成这样，挺到把官位都丢了都不能讲出名字来，跟苏贞昌苏系有没有关系？跟其他的新潮流系的人马有没有关系？委员，我觉得是不是直接跟苏系有关我们不晓得，但是绝对是大人物了。不是大人物不可能嘛？50万的资本额的公司可以进口8、9千万颗的鸡蛋进来，这不是简单的事。你光是进来要先放到哪里去，都是一个大问题啊。那所以这个是一条边啊，这个是不是一两个？可能真的关键人物有1、2个，但是呢，参与共同策划这件事情的人一定是不少了。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些民进党立法委员很支持他啦？基本上你要当土地公有求必应的话，谁都会喜欢你，就是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嘛。是有标题说，因为他农业改革挡人财路啊，你当有补贴的钱呢，没有错啊。大家都觉得说，国防预算很庞大，然后这个财政部管很多的什么金融机构，我跟你讲，真的有钱的部会，农委会是一个是非常有钱的部会，没有错，对不对？好，你去看农产品泡水什么，它可以决定补助你20%、2成还是100%补助你，他有这个权利嘛？所以他是可以满足这些立法委员他们选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这个需求会不断的出现的。那我觉得这里面比较重要一件事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复杂，你知道吗？你民进党，你今天还大言不惭的，还要装得很委屈样子。我只要问一下，这是50万的公司可以标8、9千万颗的鸡蛋，这谁做的决定？谁允许他这样做？投标是谁都可以来投标，是不是？小吃店也可以进口疫苗，是这个样子的吗？这民进党是最没有规矩的一个政党，就是这样子。然后很简单，你为什么进口这么多鸡蛋？进口到已经是泛滥成灾了吗？市面上没有人要。你难道没有做评估吗？你没有在市面上做过评估，说我们台湾缺不缺蛋？如果缺多少啊？缺最厉害是哪一个月份？你都没有做评估了，就让蛋不停像潮水一直涌进来，2300万人的这个一个国家，被这么多鸡蛋涌进来，我们真的都快没有办法喘气了。那而且还要问，那你最后呢？有这么多几千万颗的这个蛋，最后大概只有销毁。我请问你，这都纳税人的钱，谁来赔？
谁来赔？因为民进党你自己应该拿钱出来赔啊！你有的是钱，你应该拿着，你要来赔这个东西才是啊。然后这里面还有尤其严重的是怎么样？你改产地、改日期、改有效日期，这涉及的罪就是很重的罪了。伪造文书跟违反食品管理法。对呀，那这个你要不要处理？你说你逃掉了主委，然后你逃掉了畜产公司的这个董事长，那我告诉你，那你民进党政府解体了吗？你行政院长还在不是吗？你农委会也会有人继任当这个农业部也会有人当部长不是吗？会有替代这个陈其仲吗？就是战代也是一样啊。那我问你，这个责任要不要追嘛？但是我跟你讲啦，这种事情呢，就像口罩啦、疫苗这些事情一样啊，到最后不了了之啦。因为民进党现在就是台湾的就像上帝一样嘛，他是无所不在的嘛。现在有个更惨的角色叫做蛋商哦。如果说有一些根本卖不掉，就在仓库里面存着，可是有一大批硬倒给蛋商去处理啊，那结果扛了这个责任之后，地点跟日期标错，现在要重罚，甚至还要吃上刑法的官司。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只是这些蛋商是受害者，我觉得全民都是受害者。因为你现在去外面问，几乎所有婆婆妈妈，他们看到蛋都心里头都惶恐不安，就怕买到坏蛋。确实有老百姓有婆婆妈妈，你看他买回来蛋以后，第一个就是不安心嘛，打开来看，先闻闻看有没有味道，有没有臭味。因为如果说按照他们的说法，我这边很简单讲，他说冷链啊或干什么，还有洗选蛋啊，或者是包膜这些东西，这动作其实如果说是他包膜洗掉以后，那个大概存放我们一般蛋买到冰箱里面，大概就是2-3天之内你就要把它吃完。那你现在放了100多天，对不对？从船运到台湾来，再把上面那个镀膜洗掉以后，再重新洗选，再重新弄，其实放到外面市面上面，你就把它混在一起。结果就变什么？我觉得不管是从一般的家庭主妇，对不对到这个糕饼业者，我们刚刚看到了说有关于这些这个喜憨儿的糕饼店，对不对？今年中秋节的蛋商，还有甚至于一般的那种摊贩，其实他们都是受害者。现在在外面买个蛋，大家都提心吊胆。老百姓不会去在乎你陈其仲走的时候是哽咽还是哭还是欢送会还是惜别会，老百姓要的只有2件事情，第一个是真相，你要跟老百姓讲真相，到底怎么回事？从你超市进口可以进口那么多蛋，中间到底这些过程之中，到底多少人在贪赃枉法？对不对？为什么到现在都是你民进党的政府？这个监察院程序到现在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动作，对不对？司法院也没有调查，这全民都看在眼里嘛。这个东西就像刚刚我们所讨论的，有没有贪渎的问题，有没有图利厂商的问题，这些你这个司法单位你应该开动那种主动去调查这件事情。另外，监察院也应该主动调查这中间过程之中有多少弊案在里面，这第一个老百姓要，第二个老百姓要的是实单，就你现在剩余这些蛋的去向，你要跟老百姓讲清楚，让我们吃得安心。中秋节马上到了，不管蛋几乎从早上的早餐店开始，我们都会吃蛋，到糕饼业者，到所有到晚餐的时候，有时候家里面弄个蛋炒饭啊什么的，你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老百姓要的是食安，对不对？你先让我把这些蛋的去向你要弄清楚。现在听起来真的很吓人，说海上还有500多万颗蛋在海上飘着，等到这边销毁以后，他再把它送进来，那以后你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心里担心这东西。其实从民进党从执政开始到现在，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发国难财，对不对？从这个 COVID-19 的这疫苗发生以后，挡这个疫苗，对不对？护高端到这次蛋的这种情形，都是利用国家在有难的时候利用全民这个来发国难财，造成他自己真的是新三民主义，只有民进党自己可以独享这些丰厚的这种利润，跟民进党有关系的人才有这些利润可拿。我觉得应该要你走了留下这些烂摊子，你这个承建人你一定要讲清楚。很难，礼拜5他能讲得清楚吗？我们一起来瞩目。